这是我见过最顶级的杀手，神出鬼没，杀人于无形。他每次执行任务都会提前通知对方，我要来杀你，这个黑老大就是目标。他立刻叫手下戒备，数十名小弟开始行动。你以为他会乘坐电梯上来，其实并不是，他走的是楼梯。你以为他走的是楼梯，其实他在天花板上用一根绳子把小弟给解决了。黑老大发现外面小弟无声无息的被解决，立马慌张起来，叫小弟去查看阳台。卷闸门瞬间关了下来，只听见几声枪响，就没动静了。黑老大不知所措，通过子弹孔可以看到有一只眼睛正在盯着他，他立刻拿着冲锋枪对着卷闸门一顿的突突，但打了个寂寞。黑老大正想叫人，却不知道一把匕首已经出现在了脖子处，原来杀手早已来到他身后。他就是顶级杀手，在生活中的他却有点不太冷，甚至看着还有点呆萌。我们暂且把他叫文叔。文叔家的隔壁住着一个顽劣不羁的小女孩，因为他老爸贩毒，经常打他，后妈是服务工作者，经常骂他，家里的姐姐经常欺负他，只有弟弟和他最亲。一天，女孩买完东西开心的回家，但她不知道此时有一群歹徒闯入了家中，正在沐浴的母亲被一枪解决了，姐姐在逃跑中也被一枪解决了。歹徒听着欢快的交响曲来到老爸面前，原来是因为老爸偷了一包歹徒的货，所以才遭到了报复。此时弟弟偷偷的藏在床底下，手下正准备拿着刀检查床底，在关键时刻，老爸趁机开枪解决了一个小弟，瞬间发生了激烈的枪战。弟弟在逃跑中牺牲了，而老爸也想趁机逃跑，结果被歹徒老大一枪打中，倒地了。他奋力的往外爬去，老大却愤怒的打光了左轮手枪的所有子弹。此时女孩也走到了门口，发现了不对劲，自家门口有人把守，但她不能回头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，因为她知道一旦有异样就会没命。女孩来到文叔家门前，按响了门铃，但此刻的她也崩溃了。她早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不关她的事，所以没有管。但看着外面苦苦哀求的女孩，而背后的枪手也一直死死地盯着她，她有点纠结了。如果不开门，她肯定没命。突然文叔开门了，女孩像是看见救世主一般的歇了一口气，然后顺其自然地进入了文叔的房间。文叔不知道的是，从此以后这个12岁小萝莉将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女孩来到文叔家中，不停地哭泣。其实父母被杀，她一点都不伤心，只是4岁的弟弟惨死，让她感觉失去了一切。而此时的文叔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居然扮小猪逗女孩开心。这个杀手确实不太冷。正当文叔不注意时，女孩发现了文叔的装备，但她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感觉很酷，还要文叔教她做杀手，因为她想为弟弟报仇。但文叔却告诉她，今天发生太多事情，先去睡一觉平复下心情，明天再说。晚上，文叔并没有睡着，而是给枪安装了效应器，来到女孩面前，想一枪解决了女孩。因为作为杀手不应该有感情的牵绊，但文叔还是放弃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女孩很执着，还是想当杀手。文叔告诉她，他还小当不了杀手，于是女孩拿着枪对着外面一顿乱射，展现出了自己当杀手的决心。文叔有点惊讶，但也因此住址暴露，两人只能搬家。文叔提着装备，女孩抱着银皇后，走在大街上，成为了影片史上最经典的一幕。文叔和女孩找到了一个旅馆住了下来，文叔答应了女孩，教她练习各种的枪支，而女孩在家里照顾文叔的起居生活。在闲暇之余，女孩还会搞一些角色扮演来活跃两人的生活气氛。一向孤独冷漠的文叔脸上也出现了笑容。一天，文叔出门执行任务后，女孩偷偷的来到自己被封锁的家中，从一个地板的暗格里找到了私房钱。这时杀害女孩一家的凶手突然来了，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，原来凶手是一个缉毒警察，我们暂且叫他西装哥。此时的女孩有一种想冲上去手刃仇人的想法，但她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悄悄地坐着计程车跟着西装哥，最后知道了他就在警察总部的缉毒大楼里。回到家后的女孩直接拿出了2万美金，想请文叔报仇解决西装哥，但文叔拒绝了，因为文叔不想让他从此以后走上不归路。女孩没有办法，只能以死相逼，但在关键时刻文叔出手阻止了。文叔带着女孩来到了中间人这里，告诉了中间人他要培养女孩一起执行任务。中间人一脸茫然，但只能答应。之后两人开始配合，文叔先是用口香糖堵住猫眼，女孩负责敲门引诱目标开门，等门一开，用夹子剪断门链，趁机冲进房里控制目标。在房间里检查了一圈，确定安全后，然后开始让女孩练手。目标站在那里非常的痛苦，但最终并没有让女孩用过真的子弹，还是文叔亲自动手。完成了第一单任务后，两人来到了高档餐厅，喝起了香槟庆祝。女孩还爬向文叔，要求索吻，
吓得文书不知所措。而女孩看见文书的表情后，突然大笑起来，瞬间文书有一种被调戏的感觉。在之后的任务中，他们用同样的方法，口香糖堵猫眼，女孩骗开门，文书检锁链。虽然合作成功了多个任务，但也会有一点小插曲。比如这个目标就有点精明，知道有人要杀他，直接对着门一顿的突突。幸好文书反应快，一把护住了女孩。最后一个手雷直接解决目标。执行完任务后，文书找到了中间人，告诉他了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测，希望把他执行任务的钱全部留给女孩。中间人有点不知所以然，但也答应了下来。文书回到家后，继续装备执行下一单任务，但这单任务他并没有带女孩一起，自己独自一人出发了。女孩一个人独自在阳台上抽着烟，感觉很失落，于是冲动的她一个人伪装成了送餐小妹，独自来到了警局，跟踪西装哥。一路上，女孩跟踪来到了男厕所，但还是太年轻了，西装哥早就发现了她。西装哥正想用手枪解决女孩时，突然手下长毛哥进来，告诉了他心腹在和黑帮老大做交易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杀手出现，把所有人都干掉了。西装哥只好先去处理问题，叫长毛哥先带女孩去办公室。这时的女孩才明白，原来文书是替她报仇去了。文书解决了西装哥的心腹回家，却发现女孩并不在家，只留一封遗书。文书立马赶到了警局大楼，一拳打晕门卫，接线人被一把拽出，直接冲到办公室里，2枪解决掉2个西装哥的手下。女孩激动的一把冲进了文书的怀里。得救后的女孩回到家后，穿上了漂亮的裙子，打算以身相许。文书拒绝了，因为在她19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，但她父亲不同意，于是就把女孩给杀了。文书在一怒之下也把他父亲给解决了，从此以后就当上了杀手。但此后的晚上从来都不敢躺在床上睡觉。女孩非常的懂事，她并没有勉强文书，而是叫文书躺在了自己的床上。女孩靠了上来，抱着文书的手臂沉睡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文书睡了一个舒适的安稳觉，而女孩也主动早起去买早餐。文书也还在怀念着舒适的大床。而此时的西装哥找到了文书的中间人，用他家人的生命作为要挟，他没办法，只能说出文书的位置。随后西装哥调来了大批的武装警察，女孩买完早餐正好碰见，直接被武装警察绑架住了。武警咨询了屋内的情况，但女孩给出了错误的敲门暗号。武警悄悄地来到门前，根据暗号敲门，但没有反应，于是直接冲了进去。突然房间门缓缓地关上，房间内传来了几声枪响，房门缓缓打开，里面的武警已经牺牲了。外面的武警有点慌了，报告给了西装哥。西装哥收到后，于是下令调来全城的武警。手下不解，再次确认时，西装哥发出了愤怒的嘶吼。瞬间全城的警察和武警全部节节而来，大批的武警来到房间门口，打算再次进行强攻，却不知道文书躲在门后的上方，开枪解决敌人后，倒挂金钩，再次开枪解决敌人。在楼道外的几人看见同伴们纷纷倒地，开始有点惊慌失措，一人打算探头出去看看情况时，但此时文书的枪已经顶在他的头上，威胁他们把女孩给放了。女孩得救后，文书小心翼翼地退回了房间，却把敌人堵在门前。外面的特警开枪打中的却是通辽，而文书却通过门缝对着外面一顿的射击，特警们只好后退。文书退回房间后，拿着斧头对着墙体的通风管口一顿的操作，墙体挖出了一个逃生通道。文书先把自己的银皇后丢了下去，然后把女孩也抱入了逃生通道，但女孩不肯走，因为这个通道只能让小孩逃生，文书根本没法逃离。但文书向女孩保证能逃出去，只要她先离开，她才能全身而退。这时门外的武警已经准备好了重型武器，瞬间一颗榴弹就朝着房间飞去，房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。武警也迅速地冲了进来，发现了一名伤者，直接把他从楼上扶了下去。而女孩这边通过通风管道来到了大厦的外面，成功的逃离了。而受伤的特警被扶下来后，拿掉了面具，才发现是文书。文书这是想通过穿上武警衣服蒙混过关，但却不知这一幕被西装哥看到了。西装哥立马来到楼道，清理掉了所有包围的特警。果然文书也穿过了众多特警，来到了楼道里，看到外面的曙光，文书欣然地以为逃离了危险时，却不知道西装哥早已偷偷地来到了身后，直接在背后一枪打在了文书身上。文书缓缓地倒地了。西装哥正在高兴时，文书送给了西装哥一个礼物。西装哥打开一看，是手榴弹的拉环。扇开文书的大衣，腰间全是手雷，瞬间发生了巨大的爆炸。文书终于给女孩报仇了，但代价就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影片的最后，女孩来到了一所女子学校，把文书的银皇后种在了院子，希望能落地生根，永不再漂泊。